事实证明，黑海舰队真的弱爆了，不仅保不住自家的舰艇，现在竟然连总部也保护不了。继黑海舰队一个秘密指挥所被乌军端掉之后，仅仅2天时间，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总部就遭到了乌克兰导弹的袭击。乌克兰国防快讯报道，9月20日上午，乌军飞行员驾驶苏24，使用风暴阴影或者 SCALP 巡航导弹击中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秘密指挥所第744指挥通信中心。2天之后，乌武装部队成功袭击黑海舰队的总部。9月22日，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，当天12时左右，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塞瓦斯托波尔的俄黑海舰队总部发动了袭击。乌军出动侦察无人机，绕过塔尔汉库特角，在卡察以西设立了巡逻区，并指挥飞机。之后，乌军出动多架苏24M 和其他飞机，先发射 AGM-160 MALD 诱饵弹，诱导俄军防空系统，随后再发射风暴阴影导弹。按照乌军的说法，那就是多枚导弹成功击中俄黑海舰队总部，并引发巨大浓烟。至于俄罗斯这边，还是老样子，不承认。表示确实有袭击，但全部被俄军拦截，没有造成实质伤害，没有人员伤亡，这是睁着眼说瞎话。就实战情况来看，乌军没有失败的可能。俄罗斯卫星社网站9月22日报道，根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航班跟踪数据，黑海舰队总部遇袭时，美国海军一架 P8A 海神侦察机正在黑海沿岸地区，同时美国空军的 RQ-4 全球鹰以及 E3A 预警机也会定期出现在克里米亚海岸附近。加上北约的卫星以及乌军在克里米亚的人力情报，驻守克里米亚俄军的整体态势和作战特点早就被摸清了。有了情报优势之后，一切都好说。而且就实战情况来看，乌军袭击黑海舰队总部时，饱和式攻击、诱饵弹什么的都用上了。就当前克里米亚防空网的情况，就3个字：随便打。乌军之前袭击船厂的时候，用的就是无人艇加巡航导弹的组合。先打掉防空系统、对海警戒系统，再进行导弹攻击，这样的成功率很高。这次换成了无人机加巡航导弹。当然了，乌军这次能成功袭击黑海舰队总部，也得益于之前的铺垫。克里米亚方向，俄军至少有2部 S-400被摧毁，多套雷达被干掉，防空网的漏洞太多。而且乌军使用巡航导弹的战术也有一定的变化。之前乌军都是在夜间袭击，这次则是换了一个时间点。利用低空飞行的轰炸机发射导弹，俄军这是防不胜防呀！有了情报优势，饱和式打击，火力军实在是想不到失败的可能。而且这次袭击，网上还有很多图片、视频，俄罗斯想掩饰都不可能。没过多长时间，这事儿就盖不住了。俄罗斯国防部9月22日宣布，塞瓦斯托波尔遇袭，在击退袭击的过程中，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5枚导弹，可惜没什么用，黑海舰队总部还被炸了。大楼被导弹击中后，碎片散布数百米。不过，按照俄罗斯那边的消息来看，只有1名士兵阵亡，6人受伤。不过，就现场爆炸的情况来看，火力军总感觉不止这点人。俄罗斯这是在谎报军情。而且，乌克兰 GUR 负责人布达洛夫表示，俄军至少有9人死亡，16人受伤，其中包括1名上将。是的，各位没有听错，上将。有消息说，黑海舰队司令索科洛夫海军上将在黑海总部遇袭事件中阵亡。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被证实，火力军也能理解，俄罗斯当局是不会承认这种消息的。司令阵亡加上舰艇的沉没，说一句黑海舰队被全歼都不夸张。有意思的是，俄罗斯国防部承认遇袭事件后，乌克兰国防部也发声了，并分享相关照片，配的文案也相当有水平。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决定，俄罗斯黑海舰队将移至新罗西斯克造船厂。说实话，克里米亚这地方，黑海舰队已经待不下去了。乌军时不时的给俄军来一下，这谁受得了啊？乌克兰这是在劝黑海舰队赶紧保命走人。新罗西斯克位于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，黑海舰队搬到这儿算是回家了，比待在别人家安全一点。乌克兰国家安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也在推特上写道，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未来只有2种选择，自愿或者强制自我失效。想要保护塞瓦斯托波尔以及周边地区财产的最佳方法就是自愿沉船，要不然就是乌军对其实施精确打击。虽然这话有点看不起人，但事实的确是这样。
在9月份，这已经是黑海舰队的军事设施第2次遭受乌军的大规模导弹袭击了，并且是完全被动挨打，没有丝毫还手之力。在长达19个月的乌俄战争里，黑海舰队不仅没什么建树，莫斯科号上场没多长时间就倒了。之后，黑海舰队接二连三的损失舰船，被迫无奈之下，俄罗斯只能把舰船从黑海转移到亚速海。只是结果很可惜，没什么用，该没还是没。黑海舰队总部遇袭之后，其前司令科莫耶多夫就表示，是时候打击泽连斯基的办公室以及位于基辅的其他决策中心了。就火力军来看，这不是早就开始了？爱国者与匕首的对决，相信各位还记得。就战争模式来看，导弹远程袭击才是现代战争的重点。乌俄这是走上正规了。当前乌俄战场，远程精确袭击已经成为战场主流。俄军发射导弹袭击乌克兰后方的基础设施，乌军使用风暴阴影实施斩首战术，打击俄军后方的军事设施，并且次数越发频繁。9月21日的时候，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就表示，乌克兰西部与中部的能源设施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，导致基辅、哈尔科夫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、日托米尔州以及罗夫诺州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。俄罗斯国防部则是表示，乌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攻击武器攻击型无人机，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、侦察中心以及破坏小组训练中心进行了集群打击。同时，俄军防空系统在1天内拦截了乌军5枚风暴阴影导弹，并在扎波罗热、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击落了75架乌军无人机。在克里米亚方向，这种袭击更是频繁。黑海舰队总部遇袭之前，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，俄军防空系统在克里米亚西海岸拦截了乌军发射的1枚导弹和2架无人机。9月21日晚上，更是击落了乌军19架无人机。总而言之，乌俄战场已经进化为远程火力攻防战，这点乌军占据绝对的上风。单单是情报优势，乌军就已经追不上了。也正因如此，乌军的袭击才能频频得手。可以预料的是，之后的袭击事件会更多，而克里米亚就是重点照顾对象。目前克里米亚的防空网已经被击穿，乌军海王星、风暴阴影、诱饵弹、无人机轮番上阵，俄军黑海舰队的造船厂、指挥所、总部接连被炸。或者对于黑海舰队而言，赶紧跑路才是正道。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黑海舰队的最终结局会是什么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